好，我们先来大概的来构一下图吧。先大概的构一个图，今天画这个4尺调频吧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咱们画一个4尺调频，大概有这么长吧，应该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找到中线的位置啊，找到中线的位置。那个4尺调频是138乘以60，说错了啊，34.5啊，138乘以34.5是一个长的长形的。我们今天这个调频的话，可能会画不一样的。我们在中间这里画一块这个石头啊。可以在这里画一块石头，石头下面也可以画一个底座啊，这个底座，画一个底座啊，这里是一块这个太湖石，然后从这里可以出来一朵花，那一朵花不够的话，我们在这里再去加花苞或者是什么的，就是看情况啊，这下面肯定是还要有一些叶子，的衬托啊。然后的话，我们要把这一个颜色做成一个，下面可以两边上下做成不一样的颜色。那可能我做成黄色，做成绿色，那我先选择绿色啊，这里就留白。留白的地方，如果说我们还想做一个其他的颜色，也可以做其他的颜色。这个到时候看情况啊，就是比较新式的一些构图，比较新颖的构图。今天这个。看是4条频还是3条频都行吧。其实调频的话不一定说一定要是有4条，如果3条配起来已经很好看了，那我们可以配3条也可以啊，看情况啊。我们先画3条先配一下好不好看？如果说还需要加，我们可以再加1条。好，那这一套的话，我们全部都画一个浅色系的好不好？画浅色系的，那这朵花我们可以让它朝上，或者是朝这个右都可以。我看一下我找的这几朵，这个都是比较白色的花，这朵花就挺好的，这朵花透亮嘛，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朵花，就是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很久这个课程这个2号课程也有画这种浅色的啊。喜欢这种颜色的嘛？就是白色透亮的白色系啊，白色系。当然，这个灯光这个花的话，它是有一点，可能是别人拍摄的时候是黑，是晚上拍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逆光，所以它显得有点蓝。它其实是白色的啊，它其实它是白色的，其实它不是蓝色的啊。其实它是白色，有点发蓝，就是白的，就是在晚上人家拍摄的时候是晚上，所以它发蓝了。好，大家可以来分解一下这个花的话，就很值得去分解它的颜色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平时你们可能就是红色的都已经觉得，哎呀，都已经很不新鲜了，大家颜色都差不多。那这一朵的颜色可不一样啊，所以家人们来一起。分解一下哈，分解一下它的颜色。好，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。好，可以这个会分解颜色，家人们一起来分解一下啊。它其实是摇黄，是我们的花王摇黄。花王摇黄它是带一点黄色，只是说这一朵它是，你看一下它的背景都是黑的，是别人晚上拍的，所以它显得有点这个光线的情况下显得有点蓝，但我们也可以画成这种颜色也可以啊，这个不一定颜色一定要跟这朵花一模一样啊，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啊，咱们可以用这个太清蓝吧，用太清蓝吧，用这个3青太清蓝，3青太清蓝。好，用一点这个朱砂，
朱砂，然后土黄吧，朱砂、土黄，然后焦茶。可以辅助颜色，我们可以用一点点黑色，可以用一点黑色，黑色或者是墨都可以啊，黑色或者是墨都可以。大家想用的话也可以用群青啊。好，加一个颜色，我们首先来调这个底色。好，咱们先调这个底色，底色是太白、三绿，还有这个胭脂。好，我们来加水，加水调和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底色先调好，用这个太白、三绿还有胭脂。可以调浓一点，调深一点颜色啊，可以把颜色调深一点，就是三绿和胭脂可以加多一点点啊。好，这里大概比陈牛奶稍微的浓一点点啊。好，调均匀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边，备用。那我们现在来把我们今天这朵花要用的颜色给三清。群青，大家说有这个群青啊。好，朱砂，然后我们要用这个土黄。好，我们开始调色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三青薄薄的调一层啊，不要调太多了，然后再去调这个群青，再调群青。不要调太多了啊，这个浅色的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，薄薄的一层。然后调太青蓝。这个颜色要把它拉出来，调上一点哈，把群青调到笔肚里面啊，笔肚上面去，调到笔肚上面去，然后笔尖再去调一点点这个朱砂，朱砂啊。好，我们开始试一下这个颜色。
好，试一下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开始画了啊。就是我们肯定跟这个花的颜色肯定是会有区别的，就没有办法做到一模一样。就是其实也不想一模一样，因为这朵花它是晚上拍的，那它这朵花是黄，本身这朵花是黄色的，它是摇黄，摇黄就是我们的4大花王之一的摇黄。它其实这朵花是白色的，我想把它画成白色的才好。这个4尺调平的纸比较长，所以我们折一下中线，找到中线的位置，我们好找我们的这个开始要画的这个画面的位置。好，这里是中线的位置啊。好，这里是中线啊，这里是中线的位置。这个中线折的有点厉害，这个横折的有点厉害。好，我们先来画一个石头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这幅作品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，它是先是有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在这个中线中间哈，在这个中间。那么用石头的话，我们要用这个黑色的，我们慢慢去画啊，慢慢去刻画。画石头，咱们要画好还是要慢一点？可以用干一点的笔啊，不要用太湿的，稍微干一点，我们吸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啊。这个笔稍微洗干净一点，因为前面画叶子没洗干净。洗一下啊，洗干净，吸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啊。用这个干枯的笔蘸一点点淡墨，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石头大概的形状啊，就是你想要看这个石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，我们先把大概的形状先画出来。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石头到这个差不多到这个一半的这个位置来啊。来，大概的把它的形状画一下，把它的大形，就是你想要什么形状，先找一下它的形状。然后这里可以先画出大概的一个形状来，就把大概的一个外形轮廓。好，基本上这个外形轮廓这一边就到这里了。画的时候一下有点没有录到，所以你们先这个太古石的大形状，你们就按作品的这个作品的图片上的这个外形先勾一个外形出来，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，这些孔的地方，咱们一个孔的话，它肯定是一般是有一面是深色的，一面是一条线，那这样子就能体现它的这个层次感出来，这个立体的这种感觉出来。然后还有一些孔的话，它是没有两边没有通的孔，我们就用一个黑色的半圆来代替。好，我们先来大概的做出这个石头的大概的形状出来。好，这里来一些这个孔的痕迹，就是有一些孔它并没有穿啊，它不是穿了的，就有一些孔它就是有一点小孔，就是并没有这个看得到，就是看得到对面，就它就是一点这个表层的一些小孔，所以我们也要表达一下这个表层的一些小孔。好，淡淡的墨啊，画出这里再画一个面啊，画一个层次，一个面出来。
你看这里又加这边又加一个面出来，就不要让它是平面的，至少要有3个颜色的一个层次啊，3个颜色层次，有最浓的，像这些地方最浓的，还有这个白的，还有灰的，也就是黑白灰啊，也就是黑白灰。好，再用一些淡淡的这种笔肚上的这种颜色稍微扫一下，扫一下它的一些纹路出来，扫一下它石头的一些纹路。好，有浓有淡的这种墨色啊。好，这个石头咱们要画出它的一个层次感来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一定要把它的层次感画出来。好，这个是现在我们在画太湖石，画完太湖石，我们今天这幅作品里面配有太湖石哈，作品里面有配太湖石，那太湖石还要配牡丹啊，牡丹跟太湖石真的是绝配，是吧？是不是绝配？大家说？啊，再来就是这个暗的面，我们要分解啊，不要全部画成一条线啊。你看这里我们画了暗的，我们这里可以停一下啊，这里可以来一个亮的，我们这里再接下来再继续画这个暗的啊。要有暗有明有暗，有这个黑白灰的这个3个层次的面。我们这里再来画一个孔啊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孔啊。好，这个孔，这里再来一个孔。孔的话，一定要有这个深浅的这种变化，哪里是最深的，我们先来一些，把它最深的地方。好，这里来一点淡淡的墨。好，这种层次相当于是灰色的，这里是有深有最白的，有灰的。记得这个一直给大家讲的，一定要有这个层次啊，一定要有这个颜色的这个层次，还有一些这个小的孔。
好，这里可以画一个，画一条线啊，就到这里就可以了，大概到这里啊。大概到这里就行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画这一边。当然，这一边我们待会儿还要继续再刻画，继续再软这个深浅变化出来。好，我们再来把这一边啊，这边的石头，好，这里画一个孔，这里来一个孔。接下来我们一个大孔，一个小孔。画出它的这个深浅变化，一定要有层次，我们不能把这个石头画成一个平面的啊！注意，就是我们要画石头，要画出至少要画出它的3个面来。先我们勾出它的形状，然后慢慢再撑出它的纹路啊，撑出来纹路，然后最后再点再软。点的话就点出一些这个。可以点出一些这个抬点啊什么的都可以。这里再来一个孔，有孔我们就有这暗的这个面啊，有暗的面。好，这边都是比较淡的墨里面。好，淡墨。好，我们这个最白的地方也不能让它完全是白的，也要撑出一点点纹路出来啊，撑出一点纹路出来。好，我们再用一点点，来调一点点淡淡的墨，调一点淡淡的墨。好，整个的加一点点，加一层层淡淡的墨进来。好，调一点点淡淡的墨，然后让它这个没有干的稍微让它晕进去啊，这个颜色。来调点水，调点淡墨。好，这有最亮的地方，最亮的地方你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群水，用的是这个水，没有用这个墨。好，这样子这个笔触啊，我们要利用这个笔触，这个墨的这个笔触。
你看有墨的这种笔触，它自然形成这种石头上的一些纹理。好，我们还是要有这个深浅变化。蘸一点点墨，有的时候加一点点墨，让它稍微的有一点点深浅变化，不要颜色，不要是平的，我们一笔一笔的，它会有一些笔触在这里。那这种笔触就自然形成这个石头的它这个深浅变化的这个纹路。你看这种深浅变化的这种肌理的纹路，就感觉它就自然形成了。好，这个太湖石好看吗？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当然，我们待会儿画完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再整理一下，往上拉一下。这么快这个纸就破了，但是已经画成这样子，也不可能换纸呀，换纸又太浪费了呀，但纸都已经破了。好，咱们来画一个底座。啊，用这支勾线笔去画，咱们底座可以画出有姿态一点啊，可以画出一些这种波浪形的线条，蘸稍微浓一点的墨去画。好，还是用这支大笔啊，直接一笔来。来，这个底座好像不够，还不够啊，再加。好，再来加一个角就可以了。底座的话，不用画的太细啊。好，大概这个底座就画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飞白的地方用这个淡墨稍微扫一下。好，这个石头我们先就这样子啊，先这样子。大家觉得这石头可以吗？好看吗？等它干了之后，它会变更淡一点。现在显得它有一点黑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画花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我们接下来要开始画花了啊！就是还教你们一个方法，顺便就是万一你们的纸像我这样子哈，像我这样子破了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可以在废纸上撕掉一点点纸，然后把它粘在这里。用那个固体胶，固体胶没有看到，或者是弄一点米饭啊。来教你们一个方法，当你把纸弄破了怎么办啊？这个很重要啊！我现在去拿一个，因为我没有胶水，现场没有。好，弄一点米饭啊。用固体胶哈，如果说有固体胶就更好，固体胶会更均匀一些。固体胶就更均匀一些，然后我们把它粘上，反面粘上，不要在正面，反面啊，在反面的地方粘上它。
万一啥也没有，你说没有浇水的时候怎么办？米饭也可以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看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里现在看不到了，看不怎么见呢。你看一下，如果说你不及时把它粘掉，待会儿它就会越破越大，越破越大。早点把它粘上，它早点它就不会再继续破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始画花了啊！这个花我们就画到这个地方好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花就画在这里了啊，画在这个石头上面一点点啊，画在这个石头上面一点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镜头。好，就画在这个石头上面一点了。这个得要小心一点呢。好，我们刚刚调完的颜色稍微干了一点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重新再调一下。调这个群青还有太青蓝，群青还有太青蓝。好，这朵花在这里啊。这朵花的话，它有一点点啊，有一点点这个奇怪，所以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。我们可以从这个花的这个像画大写意一样的去表达它，就不用说像我们一笔一笔的去拼接的那种形式。就是两种笔法反比回来，我们现在用的是反比啊，两种笔法混合起来去搭配起来去用，好不好？来，再蘸一点太青蓝，蘸点群青，蘸点太青蓝，蘸点群青，蘸点太青蓝。好，有点干了，这个笔不能是干的哈。干的我们就要加一点底色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干的我们加一点底色，你看这一笔是干的。来，蘸一点群青，蘸一点太青蓝。好，注意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啊，有大有小。来，蘸点群青，蘸点太青蓝。所有家人们，今天这朵花比较特别啊，比较特别，所以画起来稍微有一定的难度。好，蘸点群青，蘸点太青蓝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就蘸一点底色啊，蘸一点底色，然后我们再来调一点这个朱砂，调点朱砂，调一点点土黄啊，调一点朱砂，调一点土黄。好，在根部这里啊，让它融合进来。调点朱砂，调一点土黄。好，然后再调点群青，调一点太青蓝。我们要顺便，我们就快速的去回笔啊，趁到没有干的时候就去回笔。就是我们通常以前画的时候，可能等它干了，画完之后去回笔。我们这朵花基本上是没有等啊。好，我们再来蘸一点底色啊，蘸点底色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朱砂调到笔肚里面啊，把朱砂放到笔肚里面，然后我们再去调这个群青和太青蓝，
调群青和太青蓝，然后反笔去画，反笔去画。好，一样的要有整有碎啊，有整有碎，有大有小。调群青和这个太青蓝。群青调一点群青，调一点太青蓝。当然，这朵花能不能画出我们预想的这个样子的话，也不知道。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挑战。好，再调一点朱砂，这个根部里面加一点朱砂进来。好，我们现在笔上可以，笔肚里面可以更加一点点黑色进来啊，加一点黑色进来，黑色调到整个笔肚上去，把它整个颜色弄得暗一点啊，整个笔上弄得有一点暗，然后我们再去调这个群青，调群青和这个太青蓝。好，笔上太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啊。干了我们就加底色。好，调这个群青，调一点太青蓝。好，偶尔要画一些这种大一些的，有大有小。来，笔肚里面再来蘸一点底色，蘸完底色之后，还是我们再调一点黑色，加一点黑色，调到整个笔肚上去，让整个笔肚显得有点暗的颜色，有点暗的颜色。就是每一个这个花瓣都不一定说是要这个长形哦，我们要有一些这个圆形的。好，蘸多一点这个太青蓝哈，蘸多一点太青蓝，颜色一定要有区别哈。笔上干了我们就加底色啊，笔上干了就加底色，加底色调一点群青，好，群青调一点啊，就是偶尔要有跳出来的。好，调一点太青蓝，颜色这边是稍微深一点啊，这边是深一点，一定要有这个深浅变化，这个颜色。调一点太青蓝，这边以太青蓝为主，右边以太青蓝为主，太青蓝可以多一点。到左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多加一点这个群青，这样子它的颜色的层次才出得来啊。颜色一定要出它的层次。好，现在我们笔上颜色有点深，你可以先去把笔洗掉。就是不同的画法也可以画出这朵花来，当然也可以按以前那样子一笔一笔的去画，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的，不是不可以。
来，我们笔尖蘸一点点朱砂，把这些缝隙里面可以补上一点点朱砂进来啊。朱砂和这个土黄，就是有一些缝隙里面啊，根部的地方稍微加一点进来，但是颜色不要太深了，颜色不要太深，水分不要太大了。好，然后还是一样哈，这个群青和太青蓝。好，这个上面的最上面这个顶上的，我们多用一点群青啊。咱们要回笔的时候去调整的时候，我们多用一点群青。啊，各种形状啊。然后这边的话多用一点太青蓝，右边的这个花瓣我们想要再调整大一点，我们多用一点太青蓝进来，或者是用一点黑色啊，加点黑色。右边让它暗一点啊，加点黑色进来。好，这个球的地方基本上就可以了。球的地方，待会儿我们球还是要整理，不是说就这样就可以了，待会儿还要再整理啊。就是我们现在趁它是湿的时候，现在也可以整理啊，里面可以再加一些这种蓝色，加一些这种蓝色。里面加一些这个反笔去调整，加点太青蓝呐、加点一点深色的，加点群青，加点太青蓝，就把它提一下，把深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，这样层次才会更明显。好，加点群青，加点太青蓝，咱们的笔尖加点群青，加点太青蓝。好，我们笔尖上再加点黑色，再加一点这个太青蓝，把这边再调整一下，里面多加一些层次进来。好，我们蘸一点黑色，笔尖是去蘸一点黑色。好，这边就蘸一点黑色，让它这边更暗一点。
这个球这里基本上差不多，然后我们再调一点太白，把颜料拿过来，再加一点太白进来。来，我们再来加一点这个太白，把笔洗一下，把笔洗一下。来，把这个太白调这个橙的太白，调这个橙的太白，里面可以加一点点这个蓝色，加一点群青进来，加一点群青，然后调的这个橙的太白。好，我们找一些这个花瓣里面最亮的地方，加一点这个白色进来。加一点这个最白的进来啊。好，加一点最白的，只是橙太白啊，橙太白可以稍微不要那么白，加一点点蓝色，在盘子边缘里面加一点点蓝色，特别是这边亮的地方。好，然后慢慢让这个融合进去啊，让它融合进去。好，我们再来画底下的大花瓣啊，大花瓣我们把底色再来调和一下，把底色再来调和。把底色再调和一下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底色有点沉淀的时候，我们把底色再调和一下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群青拉出来，调到整个笔肚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调到整个笔肚，整个笔肚都是这个蓝色，看到了吗？整个笔肚上要大胆的去调这个颜色哈，大胆的去调颜色。调到整个笔肚，看到了吗？调到整个笔肚。然后我们的笔尖再去调这个朱砂，笔尖调朱砂，调这个鹅黄，笔尖调朱砂，调一点点鹅黄，调一点点朱砂。好，我们先来一个大花瓣。整个笔都按下去啊，整个笔肚都按下去。这里稍微圆一点点啊。好，整个笔肚按下去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朱砂。大花瓣一定要很大。调整一下啊，调整一下花瓣的这个外形。好，再来一点朱砂，再来一点朱砂。好，这里直接跳出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再来一点朱砂，来一点鹅黄，来一点朱砂。好，根部的地方没有画到位的，我们再稍微的去把它调整一下。
没有画到位的调整一下。好，这是先画了一个大花瓣啊，一个大花瓣。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画这个大花瓣，还是调这个群青，可以白一点点啊，调群青，调一点点朱砂。哎，这个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啊。好，画一个反斑的这种感觉出来。可以多画一些层次啊，可以再画一层，调一点点鹅黄。本来这朵花它是没有那么多层，那我们自己可以加多一层啊，自己加多一层，就是更加更加有层次一些。来，笔上现在干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有点干，我们再补充一点底色。调一点太白，我们这有一些花瓣要比较亮一点，比较亮一点。我现在把旁边的太白加进去了，然后再加点太青蓝啊，蓝色的，再调一点这个，再调一点这个朱砂，或者加一点黑色也行。笔尖上可以加一点点黑色，就是你深不下去的时候，你笔尖可以加一点黑色。就是你想它深一点但是颜色又深不下去的时候，咱们笔尖可以加一点黑色。好，这里可以来一个稍微亮一点的花瓣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调一点蓝色，在笔尖上再来加一点黑色。我们这个要用到黑色，要用的黑色。这越是到这个右边哈，到右边这个花瓣越来越暗，越来越暗。好，所以说我们这边可能会要用到很多这个黑色，待会儿还要用到这个黑色。那我们现在笔肚里面都可以加黑色了，整个笔肚都可以加一些黑色进来，把这个黑色边缘调到整个笔肚上去，把这个花的这个颜色的层次把它去体现出来。就在我们的这个用我们的国画的方式，小写意国画的形式，把这个花的这个颜色层次去体现出来，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。那我们要做到真的不容易，你们要用心的写哈。好，笔尖再来蘸一点黑色，黑色不够，我们再来蘸一点黑色。笔上干了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这个里面补充一些正斑啊，所以颜色要更深一点，那这个颜色才会层次才出得来啊。好，这一半可以更深一点，更深一点。啊，这边可以再加一半啊，这一边再加一点，趁这个笔上有这个深色的。
然后我们再来把笔洗一下啊，咱们先把笔洗一下，洗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还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。洗一下，然后先补充一点底色，先补充一点底色。你可以说它是蓝色药剂，我们今天就把它画成蓝色的。它可以画白一点，也可以画蓝一点啊，画白一点，画蓝一点都可以。好，我们调一点蓝色，调点蓝色，画蓝一点，画白一点都行。假如说你画白一点，你就成了白牡丹；画蓝一点，它就变成蓝色牡丹了。这个笔尖上这一条线啊，不要有一条线。好，这边再加一点点啊。然后我们再来调整一下，看一下外形，把这个蓝色稍微淡淡的蓝色，再来看一下这个外形还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。需要调整的地方，我们再来进行一个调整。好，蘸一点点淡淡的蓝色。外形也很重要啊，一朵花的外形。蘸一点，笔尖上蘸一点蓝色。蘸一点黑色啊，你调下面的花瓣，我们就只能蘸一点黑色了。蘸一点墨，直接蘸点黑色进来。好，这朵花大家觉得好看吗？喜欢吗？我们加上一点花心，好不好？加上一点花心，这朵花咱们加一点花心。又破了，我的天呀！已经破成2节了，就破成这样子，咋整？但这朵花我们画的其实很深啊，就是没有把它画的很白，就是也可以，就是刚刚很多家人们都想画成蓝色，所以咱们就画成蓝色。如果说画成白色也可以。来，把这个破纸我们先粘一下。这个破的有点惨。这个好不平呢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些枝干叶子啊，画一些枝干叶子。看一下画什么颜色好呢？就是我们还是画成墨色的吧，就不要太杂的颜色，我们就加一点胭脂进来就好了。这个花的话，叶子的颜色，咱们就现在就加一点胭脂进来，其他的就不要了。好，就用盘子里这些多余的颜色啊。用盘子里多余的这个颜色，就是这个蓝色啊，蓝色这个三青啊，加这个直接加胭脂，三青直接加胭脂，来从花心正中间出来，好，这样子让它有一个这个展折，一个弯度。来，这里来一组叶子。来点胭脂，
笔尖来点胭脂。好，这一组叶子让它伸出来，这一组叶子让它伸出来。就是枝干直接用这个蓝色加胭脂哈，直接用的这个蓝色加胭脂。然后我们的画叶子的话，也不要用太多的颜色，可以直接用这个盘子里多余的这些所有的颜色一起啊，就用这个黑色也行，直接用黑色。咱们可以用黑色加胭脂啊。用黑色加胭脂，好，这里来一组叶子，黑色，笔尖蘸一点胭脂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加点水，调一点黑色，调点黑色，笔尖调胭脂。调黑色，笔尖调胭脂。这颜色，这个叶子的颜色就有一点特别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是不是有点特别了？好，再调一点黑色，调点黑色，就是盘子多余的颜色，然后笔尖调胭脂啊。让这些都在这个石头后面啊，注意把石头给蹭出来，让这些花叶都在石头的后面。好，这里来一组。好，这个墨现在不够，我们再加一点墨进来。笔上的墨没有了，咱们加点墨。好，我们再往上拉一点点，往上拉一点，我看一下怎么加一个枝干进来啊？怎么加一个枝干进来？看一下这个画面有没有干啊？加一个老枝干哈，加一个老枝干。
好，我们扻插一下啊，这枝干让它产生一个扻插的。来整理一下。好，枝干露出一些啊。好，我们这里可以加一点点小嫩芽进来。小嫩芽我们就直接用这个黄色，用一点土黄，用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老枝干和嫩枝干衔接的地方也是加一点小嫩芽。好，这里面也可以加点嫩芽。然后其实这张画的话，我们要画的这个画面基本上完成，然后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底色，让它不一样。那我们先加一点花心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加点花心，我看一下这个花用什么样的花心比较好看？感觉这个用这个猪标。用这个猪标颜色的花心可能会好一点哦，用鹅黄吧。咱们这朵花用一点鹅黄画点花心。黄色也可以加一点点进来。好吧，之前这个花心的颜色叶子不勾叶茎吗？勾，忘记了啊，稍等一下。把这个花心的颜色也来一点进来，就不要太猪标了，稍微加一点这个藤黄、太白什么的进来。好，加一点花心。好，不用加太多哈，就加这么多。不够亮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太白，再加一层。好，可以了啊，这个花心不要太多了，就这么多够了。
来勾一下液晶哦，来一点这个黑色的，或者是用胭脂来勾也可以哈，直接用胭脂勾也行。好，咱们就直接用胭脂来勾吧。勾液晶一定要用笔要干脆。液晶不需要勾得太明显，隐隐约约看得到就行了啊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可以了。来，这幅作品我们要做一个底色，来做一个分界线。我们先来一个分界线，用淡淡的颜色做一个分界线。我不小心已经画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想一下做一个什么颜色，做一个绿色吧，做一个绿色，就让它很特别一点啊。要三绿再拿一支来，这个三绿没有了，用这个三绿换一个盘子啊，换一个盘子，多调一点啊，我们用一个碗来调多一点。来，我们多调一点啊，多调一点，调厚一点。我们用厚涂的方法去涂这个底色，用厚涂，咱们就直接厚涂，加水，或者是我们直接把这个把这个我们没有用完的底色放进来，不要浪费。再加水，慢慢调成我们想要的颜色。加多一点水啊，多调一点啊，多调一点。这个又是一个新的构图哈，我们的构图就是要有出乎意料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拿一张废纸来，我试一下颜色，是不是太亮了一点？我们加一点三青进来，加点三青。这个太绿了一点点，咱们再加点三青进来哈，加点三青。三绿加三青，加一点点黑色吧。然后加了一点黑色，压一下，再加一点太白进来，
再加点太白，加什么颜色？你们在课程里面到时候这个流程按照这样加就行了。就里面有太白，有三绿，有三青，还有这个黑色的墨。好，再看一下这个颜色啊，这个颜色现在觉得还差不多，它没有那么鲜艳。那我们开始啊，开始涂了。这是各种尝试啊，我们今天的创作它也是一个，也算是一个尝试吧。就是当然我不知道它出来的效果好不好看，一起见证一下，一起见证一下这幅作品出来的一个效果。好像感觉太斜了一点，这里太尖了，把它拉一下。太尖了，不太好看。边画边去调整。大家一定要多鼓励我哦。好，稍微往上拉一下。其实我今天我也不知道它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，大家一起见证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这幅作品最终的一个效果。
好，就是前面的比较不好涂，后面的就直接涂颜色了啊，后面就好涂了。后涂，这个是后涂法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就是把颜色调浓。后涂我喜欢后涂，后涂非常有质感。好，直接把它涂满它。还可以再扫一下多余的颜色，整体的可以再扫一下，它会显得更均匀一点。好，这里再扫一下，让它更均匀一点，用多余的一点点少少的颜色。好，我们这幅作品呢，今天就完成了啊。
这个要看整体的话，还是要放下来再看，现在看不到整体。这个整体看还是真的蛮好看的，整一幅看很好看。